第350章云岚宗的底牌。浩荡天空，黑影遮天蔽日，竟然是连那倾洒而下的日光都难以穿透而进。此时的广场也是完全陷入了一片阴暗，众人唯有将斗气覆盖体表，方才能够借助微弱光芒查看天空战况。在黑暗遮掩了天空之际，那穿透虚空而去的巨大云箭也是猛然爆射而至，云箭之间所蕴含的恐怖劲气，直接是导致周围空间出现了一圈圈水波般的涟漪，尖锐的音爆之声不断炸响。万影腹，身体犹如完全融合进了漫天黑色阴暗之中，灵隐手印猛然结动，周围弥漫天际的黑幕骤然涌动，铺天盖地的黑色匹链自其中喷薄而出，互相缠绕，也是对着那爆射而来的云箭迎了上去。一白一黑，两道颜色截然不同，可却同样蕴含着极为恐怖能量的匹链划破长空，在下方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轰然撞击。霎时间，只听得天空一声宛如惊雷般的怒响，瞬间之后，庞大的能量气劲自两者爆炸处汹涌而出，恐怖的气劲居然是将那弥漫天空的黑幕都冲散了许多。阳光从黑幕缝隙中倾洒而进，星星点点地照耀在广场之上。这个人实力很不弱呀。嘉晴天抬头望着天空上那在黑幕中若隐若现的黑袍人，满脸凝重的道，看他先前的出手，实力恐怕至少也在7星斗皇左右，的确很强。而且他的属性功法似乎是有些偏向暗系，这种属性可不常见啊。法玛点了点头，目光环视了一圈，忽然道，如果再这样继续闹下去，我们需要出手吗？不管如何说，云岚宗都是我们加玛帝国的势力。嘉晴天眉头皱了皱，沉吟了一会，道，先暂且看看，那个神秘斗皇似乎也并非有意大闹云岚宗，只要萧炎能够安全离开，想必他也不会久留。而且我们现在也搞不清他背后是否有着其他势力，所以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听得他这般说，法玛微微点了点头，也就不再说话。哈哈，倒是有着几分能耐，难怪如此猖狂。天空之上，灵影缓缓从黑幕中浮现而出，望着下方那脸色略微有些苍白的云棱，大笑道。云棱咬着牙，目光透过黑幕的缝隙，望着那已经即将退出广场的萧炎，嘴角一阵抽搐，脑袋之上传来的剧烈疼痛让得他心中怒火不断侵蚀着理智。给我留下！低低的一声怒吼，云棱苍白的脸庞上再度涌上一抹潮红，澎湃斗气缓缓自其体内满溢而出，将弥漫周身空间的云海震得不断动荡。哼，冥顽不灵，莫还真以为老夫不敢下杀手？望着那竟然还不肯放弃的云棱，林隐脸庞上也是逐渐涌上一抹阴沉，手掌缓缓探出袖袍，漆黑的能量雾气在掌心处急速凝聚着，转瞬间便是凝聚成了一把长达2米多长的黑色长枪。长枪表面黑色纹路密布其上，能量宛如水波一般不住地流淌着，黑气袅袅升起，将之映衬得颇具几分阴森气息。手掌紧握着黑色长枪，林隐瞟了一眼下方的云棱，嘴角一撇，猛然紧握，右脚退后半步，身体呈半旋之状，右手握着长枪，身体略微沉寂，旋即身体骤然扭动，手中长枪带起一股丈许长庞大的匹链，对着下方云海中的云棱爆射而去。魔蛇式，黑色长枪犹如漆黑的流星，划破天际，黑气缭绕间，竟然隐隐汇聚成了黑色巨蛇之状。巨蛇仰天嘶吼，空间震动。感受着那自天空爆射而下的恐怖劲气，云棱脸色猛然大变，他能够察觉到这一次对方是真的没有再有半点留手的打算，心中升起一抹惊恐。云棱双手急忙舞动，顿时周围云海也是瞬间波动了起来，一股股云色能量升腾而起，在其头顶上方不断缭绕，仅仅是眨眼时间便是构筑成了一道宽长3米左右的云色盾牌。云色盾牌表面毫光若隐若现，看上去宛如实质，极为坚固。在云色盾牌祭出之后，周围的云海也是淡薄了许多，显然这个云盾消耗了不少能量。黑色长枪匹链没有因为云盾的出现而有丝毫的停滞，依然是带着一往直前的凶悍气势
在众人那胆颤心惊的注视下，狠狠地轰在了云盾之上。霎时间，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声炸响而起，让得下方的云岚宗弟子忍不住地捂住了耳朵。黑色光芒与云色毫光在天空之上互相交融着，两者交接之处，空间竟然都是出现了许些扭曲的感觉。灵隐这一击竟然强悍如斯，真不愧是斗皇强者。哼，给我破！望着那僵持不下的两色能量，灵隐双手缓缓结印，片刻之后，喉咙间猛然发出一道低低的吼声。随着灵隐吼声落下，漆黑长枪之上，黑芒暴涨而起，一条足有7、8丈长的黑色能量巨蛇自枪身上抬身而起，巨嘴带起血腥阴森之气，狠狠大张，然后在云棱那目瞪口呆的注视下，竟然是一口将云色盾牌给吞了下去。虽然因为吞了云盾而导致黑色长枪变得淡薄了许多，可这对于那已经失去了最大防护的云棱来说，无疑是有种魂飞魄散的惊恐。然而黑色长枪并未因为他的惊恐而有所停留半点，长枪下指狠狠地对着其心脏部位爆射而去。尖锐的枪尖在瞳孔之中不断的放大，最后关头，云棱也只得咬着牙，斗气覆盖着双手，拼命地用双手一把将长枪死死抓住。与此同时，身体急速一扭，噗嗤，双手刚刚接触到黑色长枪，其上所蕴含的恐怖劲气便是让的云棱一口鲜血狂喷而出，身体也是被那股庞大力量震得对着地面坠落而去。云棱一离开云海，那弥漫天际的云海便是逐渐变得淡薄，到的最后竟然已经完全化为虚无。而随着云海的消散，那广场四角之上的众位长老脸色也是浮现一抹苍白，手掌捂着胸口，蕴含着痛楚的闷哼声从喉咙中传了出来。与众位长老的脸色相比，广场上那些为云海添注了一份力量的云岚宗弟子们却是要显得更为凄惨一点。不少实力较弱的弟子当场便是一口鲜血喷出，旋即脸色惨白地昏厥了过去。一些实力较强的倒是强行抗了过来，只不过那萎靡的神色让的人知道云海被破，他们也是受了极大的牵连。灵隐一击之下，几乎是将整个云岚宗搞得陷入了一种瘫痪状态。斗皇强者居然强悍至此，恐怖如斯。轰！天空上黑色长枪之上所携带的巨力，直接是将云棱狠狠地轰下了天空，然后重重砸在广场之上。顿时石屑飞射，一道道巨大的裂缝宛如地震一般从云棱落地之处蔓延而开。这些裂缝之大，甚至到了那些云岚宗弟子不得不起身躲避的地步，由此足可瞧出灵隐此次攻击是如何恐怖。虚立天空，灵隐淡淡地望着那满地狼藉的广场，手掌挥动，漫天黑影皆是再度涌进其体内。而随着黑影的退缩，温暖的阳光再度洒下，淡淡的暖和感觉让的那些浑身冰凉的云岚宗弟子们略微松了一口气。当松气完毕之后，广场之上所有目光都是急忙投注到了云棱坠落之地，那里深深的坑痕让的那些云岚宗弟子都是忍不住的咽了一口唾沫。还没死。嘉行天望着那黝黑的深坑轻叹了一口气，现在的局面真的是发展到越来越难以让人控制了。随着嘉行天声音落下，黝黑的深坑中传出剧烈的咳嗽之声，一道人影缓缓地从其中爬了出来，狼狈的模样哪里再有半分云岚宗大长老的威风。此时的云棱不仅衣衫破碎，满脸血痕，而且在其腰间的位置，鲜血正不断地滚流而出，几乎打湿了地面。显然先前他虽然强行抓住了黑色长枪以及避免了要害部位，可却依然被其上所蕴含的尖锐劲气弄成了重伤。望着那狼狈的犹如丧家之犬的大长老，云岚宗所有人都是低低叹了一口气。从深坑中爬出来的云棱脸色出人意料的没有半点怒意，反而是平静的犹如一潭死水，冷冷地瞟了一眼腰间滴落的鲜血，再用手轻触了一下脑袋上那被萧炎留下来的狰狞伤痕，忽地轻轻地笑了笑，笑声中有着难以掩饰的疯狂。你的确很强。抬起头来，云棱对着灵隐森然笑道。灵隐眉头微皱，手掌缓缓扭动，黑气缭绕，声音淡漠，你命也的确很硬，若是嫌活着累，
老夫可以帮你一把。哈哈，眼睛盯着林颖，云棱忽然大笑了起来，笑声牵动了伤势，让得他再度咳出了几口鲜血，抹去嘴角血迹。他豁然抬头，眼神狰狞如野兽。我不管你究竟是谁，不过你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让得我云岚宗如此难堪之人。今日若是放任你们安然离去，恐怕日后我云岚宗在加玛帝国内将再无声望可言。所以为了宗门声誉，今天你们别想离开。你没这本事，林颖讥诮的道。我的确是没这本事。不过阴声笑了笑，云棱在众目睽睽之下，忽然从纳戒中取出一只云白色的笛子，凑在嘴边狠狠一吹，顿时一股有些奇异的尖锐声调猛然自笛子中传了出来。尖锐的笛声缭绕在整座云岚山，经久不息。广场上所有人都是因为云棱的举止而安静了下来，一时间只能听见那笛声不断传扬。嘉刑天微眯着眸子与砝码对视了一眼，猛然间似是想起了什么，眼瞳骤缩。是那个老家伙，他果然还没死。随着嘉刑天与砝码失声落下，那云岚山深处一股浩荡磅礴气势，犹如那从远古苏醒的巨龙一般，带着无可匹敌的威压降临而下。在这股磅礴气势苏醒之时，远在云岚宗几百里之外的天空中，一道白色流光骤然顿住，在半空中现出一道雍容美丽的身影。此时他正望向遥远的云岚宗方向，那张淡然脱尘的俏脸上却是在此刻布满了震惊。老师，他怎么苏醒了？